美熹宗长憨4年，公元2024年，特朗普利用马嘎势力一举击溃拜登及其副总统哈里斯，重登大位，是为董宗。董宗大营元年，公元2025年，坐领3台，专制朝政，使万邦来朝，百国进贺。然税政横加，武艺凶然。10年6月，董宗指派亲征直入加州，大捕移民，士林愤透，民怨弥重。9月，马嘎小将查理科克遇刺，举国愕然，京师震动。董宗降旗致哀，是要反肃贼奸，扫除凶逆。民主共和2党再次明枪暗战，一时间美国上下山雨欲来。2025年9月，据美欧贸易协议签署刚1个月，因谷歌违反反垄断法，欧盟开出29.5亿欧罚单，川老师大呼不公，威胁重启关税。16号，特朗普到访不列颠，英方称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将达到新高度，但就在访问3天后，英法葡加澳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此前美国对此明确反对。21号，因枪击身亡的拥枪派查理科克在亚利桑那州风光大葬，川老师现场演讲盛赞他是美国烈士，并邀请科克遗孀重返舞台。在美丽的美国一曲中，两人深情相拥。一片混乱中，川普发推称要夺回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同时派国民警卫队进驻田纳西州打击犯罪，还点名芝加哥、洛杉矶、纽约等民主党主政的问题城市，威胁必要时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引发舆论哗然。大家好啊，我是星辰 UP 主新人。最近川黄可是不太好啊，先是各州不体谅军富打击移民的苦心，然后被记者拷问当总统后捞了多少钱，当场急眼，上演名场面。 In my opinion, you are hurting Australia very much right now. They want to get along with me. You know, your leader is coming over to see me very soon. I'm going to tell him about you. You set a very bad tone. Go ahead, John. Okay. 内阁也差点上演全武行，白宫拳皇贝森特在马嘎晚宴公开要奏住房金融局局长，甚至事后还得意地对记者炫耀，暗示马斯克也是他打的。西吧，白宫难道是黑社会老巢吗？冷知识，他上任不过半年，正好很久没聊川黄了。今天一起聊聊还在划拉视频的观众，准备开饭。Americans are not feeling any better about the overall economy. 6 people were killed in Doha last week when Israel bombed a residential compound. Good afternoon. Charlie Kirk has been shot at an event at a university in Utah. You do not become a hero in your death when you are a weapon of the enemy in your life. But he was always a mean son of a bitch, you know? 9月22日，另一个福字辈航母完成了歼35、空警600和歼15 T 的首次一舰3连，这代表东大海军成功配齐航母5件套完全体，具备体系化远洋作战能力。这次宣发也没请战护局、军宣处微缩警官压缩科的御用移轴摄影大师工作，而是公布了 4K 60帧弹射起飞的近景原声视频，那是相当丝滑呀。一个冷笑话是，福特号电磁弹射航母2017年服役， F-35作为舰载机是2019年服役，但世界首款电磁弹射五代机是歼35。我的保留乐趣是看看阿美的反应，果然当天美国洛马公司宣布正在讨论升级32架最老的 F-22，
有多老呢？这些军事世纪之初服役且未曾升级的 Block 20型，2024年空军以节约维护经费为由想退役，但被问责局驳回。随后空军提出升级计划，预计要33亿美刀和15年，又被驳回。别急，还有呢！在福建舰公布1舰3连视频后，美国在宣布肯尼迪号服役或发布 F-35C 在福特号的弹射视频之间选择了或更新 F-47 PPT。23号刚上班的空军参谋长宣布，首架 F-47 正在紧张建造，预计2028年首飞。此外，空军还发布了一条莫名其妙的新闻，只需按下按钮，安杜里尔之怒将首次起飞。我查了下，这玩意儿是个无人机，今年刚命名，原定夏季测试，到现在还没开始。别问图啥呢，肯定是图160呗。现在问题来了，阿美明年军费该给谁？给海军改进肯尼迪号和电磁弹射，给空军的 NGAD 研发，还是给董王的金琼导弹计划？亦或是说所有项目都给，所有项目都超预算，所有项目都完不成，最后所有项目下马，再上新项目重复一遍。好消息是，早在9月5号，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东大阅兵刺激了，特朗普指示国防部长做好准备，以历史性的方式重振美国军队。随后签署行政令，已将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防长大人则火速把门牌上的国防俩字抠了。怎么说呢？行为之抽象，就好比为了变有钱，我改名马云，以及屏幕前的各位承诺的早睡早起、积极锻炼。而据美媒估计，由于涉及重置数百个机构、徽章、更新邮箱地址、变更制服等，可能耗资数亿美元。听到这里，肯定有人要说了，怎么可能啊？小提一嘴，2023年，拜登曾将9个纪念南方邦联将领命名的军事基地重新命名，布拉格堡改为自由堡，戈登堡改为艾森豪威尔堡，总计花了3900万美刀。但今年董王上台，立刻就将其中7个基地恢复原名。嗨，要不人老美 GDP 高呢？你瞧，花钱还是小事儿。更抽象的是，就在董王宣布重振军队前一天，问责局先送上了一份大惊喜，在对存有毒刺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各式轻武器弹药及火箭弹在内的5座陆军弹药库抽查后，问责局公布一份严谨详实的审计报告。不好了，弹药库对不上账了。首先，陆军压根儿不清楚弹药库的实际情况。2024年3月确认5座 COCO 弹药库均有库存，但10月问责局查完发现，实际仅3个站点还在运营，查出库存的居然只有2座。陆军立刻改口，对，就俩有库存。当然美军只有2座弹药库能用的说法显然是错的，因为问题比这更严重由于这次只抽查陆军弹药库又分为政府运营、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承包商所有兼运营3类。被查的 COCO 弹药库隶属承包商所有并经营，对，你没听错，弹药外包更有趣的是，即便有库存，弹药维护虽然称不上尽善尽美吧，至少也是丧心病狂。其实美军有一套现代化后勤系统，理论上每件弹药的序列号、弹药位置、数量和状态都有完善的系统记录，但当问责局对1371份系统记录随机抽取94份核查后，嘿，您猜怎么着？89条不匹配，错误率高达95%，其中包括爱国者导弹。另外还有9条记录对应的27件弹药无法核实，承包商称在调查人员走访前27件弹药已全部运出，但陆军仅能提供10件运出证明。还有1枚导弹早在2012年就存放在亚利桑那州某个承包商站点待维修，但目前查无此弹。众所周知，弹药越多失踪越多，失踪越多弹药越少，所以弹药越多弹药越少。管理方面，1733条弹药记录中发现524条没有序列号。要知道，序列号好比弹药的身份证，这让我想到一段扑朔迷离的新闻。2011年一美军直升机在利比亚被黑叔叔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捅下来，由于导弹没炸，军方勘察后发现，好家伙，用的是美制毒刺导弹。顺着序列号一查，原本这枚导弹应该躺在仓库。美墨宗随即任命了一位全权大使奔赴利比亚调查武器走私，最后大使先生上任才3月，就因驻班加西使馆遭遇不明武装围攻意外身亡。新观众可以回顾这一期。更严重的是状态代码错误。举个例子阿肯色州的弹药库里的 M26 火箭发射舱超83%原本都在维修，但记录全是可用。试想下，一旦战时后勤部将这些可用弹药发到部队，前线士兵打开仓库一看没弹药了，这就是成语枕戈待旦的来源。
好消息是，本次核查的承包商弹药库价值不过区9.66亿，跟陆军报表里约410亿美元的弹药不值一提，且对不上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问责局每年都查，去年五角大楼刚喜提年度审计第7次未通过。坏消息是，各种案例太抽象了。点中点如2017年希尔空军基地斥资5300万美元，将数十台导弹发动机以损坏为由送修，修完发现发动机运行良好，只是贴错了标签，军火校转之查错标。今年7月更离谱啊！问责局发现国防部依靠全球超20万个供应商生产武器，但联邦采购数据库几乎无法提供原产地信息，也不了解供应商是否来自国外。啥？调查可以，但根据合同，承包商没有义务告知零件原产地。比如2014年，供应商霍尼韦尔与格鲁曼爆出使用中国零件为 F-35生产新型雷达起落架，被发现后，霍尼韦尔痛定思痛。2018年又被发现将 F-35、F-22等出口管制的零件图纸打包发代工厂。哦，对了，9月问责局刚发布对 F-35的核查，由于关键稀土供应存在挑战， F-35 Block 4升级再次延期，可能会推迟2年，预计最早2031年完成。我没记错的话，该计划2018年启动，计划2025年完成。去年我出视频那会儿啊，是第4次延。要我说川宝啊，要不咱先别重振军队了，先重振美国制造业吧。但说到这个，那就更完犊子了。众所周知，制造业回流是美营宗的国策。为此，一肩扛着美利坚一区50州的川老师，不仅开启全球大关税时代，还大搞华务运动，由政府收购英特尔10%股份，首创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公有制经济。9月又在营工试验款待苹果、谷歌、微软、脸书、OpenAI 等科技巨头，挨个拉投资。对，就是甲骨文 CEO 鲍金句，差点把比尔盖茨憋出内伤那场啊。结果这边川老师让一众富豪站着敬酒，当天海关执法局带人把韩国现代的美国厂子抄了，现场拘了475人，一大半都是韩国工人。被抓的韩国人全套手铐脚镣，被押解上车。最离谱的是啊，此事距李在明在白宫与川普重申韩美同盟，签订15%关税协议，加对美投资3500亿，刚过10天。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韩国的反应，一个主权国家啊，几百公民在别国被一锅端，官方第一反应竟然深表遗憾。民间呢更离谱，都怪李在明派议员参加东大阅兵。这边建议思密达赶紧拍电影啊，剧情我都想好了。在美韩国人集体上屋顶，美韩开战，射瞎川普一只眼。迫于压力，驻韩大使跪在太极旗前道歉。其实这事儿是制造业回流与驱逐移民两大国策结合用工难现状的矛盾。小踢嘴，大而美法案给移民执法局批了1700亿，规定 KPI 是每天抓捕3000人。另一边，美国又缺合格技工，现代在美建厂只能派工程师培训，但我美利坚自有国情在此，合法工作签很难批，只能旅游签。这下 ICE 正愁完成指标，韩国工人违规上岗，巧了吗？颇有晚明啊介入人头一用的迹象。董王也知道这些不是非法移民，但恰好能趁机再赢一把，顺带敲打小弟。别以为投钱就行啊，还必须有美国工人，虽然他们贵还磕大马，但必须用。这是啥？这是一根筋但两不堵啊！哎呀，营商环境，法治意识。我有一计，请川普静听。要不先忽悠韩国人拿旅游签来培训啊，白嫖90天劳动力，到期后呢，反手一个举报遣返，工资不用发，骂名韩国单，堪称人力永动机，赢麻了。你以为这就完了？14号，川皇又在真相社交上发布最高指示：当造船、半导体等领域的外国公司带着巨额投资进入美国时，我欢迎他们的专业工程师赴美培训工人，我不希望吓退投资，我们将向他们学习。但众所周知，口号基础，行动就不基础，咋欢迎呢？答：19号，商务部长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将 H-1B 短期工作签证申请费从现在的约1700美元提到每年10万。相比之下，美国人均年薪才7.5万美元，这下纯牛马自费打工。川老师则喜提85亿国帑。H-1B 签证起源于1990年，老布什为鼓励科学家、工程师等高技术人才移民美国签署的法案。而美国科技之所以强大，也正是网络
罗了全球人才，甚至在本世纪初诞生过一个新词儿——美国梦。今年，印度人获得 H1B 签证的占70%以上，中国则是第2大 H1B 签证来源国。谷歌、微软和 IBM 高管都是印度裔，印度医生占美国医生近6%。这波也预示着，川普不光打非法移民，合法移民也要重拳出击。对了，同一时间，大统领还发售了一种新金卡，能加快特定移民签证审批，冲134.8万美元立享，别人是雁过拔毛，川普是人过拆桥。更搞笑的是，政策发布后，新德里飞纽约的机票2小时内大涨110%，各大跨国企业和高校立刻发邮件通知国外雇员不要离境。在科技界经历恐慌24小时后，白宫新闻秘书居然发推改口，别慌，不是每年10万，只需一次性充10万，且仅针对申请签证的新人。赶在美东时间凌晨前落地阿美并冲刺入关的广大 H1B 们集体沉默了。怎么说呢？无论一次10万还是每年10万，自己教育稀烂，培养不出足够的理工人才，还要卡技术移民，基本宣告制造业回流洗洗睡了。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伤川宝了？上你妈的头！虽然军火失踪略不知悉，重振制造遥遥无期，移民冲突小有危机，小弟工人重拳出击，但我还想补充一点查理科克枪击案导致的美国政治矛盾激化。9月21日，亚利桑那州举行了盛大追悼会，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国务卿、白宫幕僚长、卫生部长、战争部长等数万人到场。关于案件经过，估计大家听烂了，简单介绍下，此人支持以色列，奉行白人至上，曾在佩洛西老公被枪击时拍手叫好，呼吁无罪释放枪手。总结基本是：平日不修善果，只爱红脖军火，忽地一声枪来，霎时就把命锁。密西西比潮信来，今日方知因雨果。事发后，包括川普在内的 MAGA 派都认为这是左翼的物理清除，红脖子都在吼叫要复仇，气氛都到这儿了。最后凶手是出生于共和党世家，从小在子弹堆里长大，老爹是多年警察，反 LGBT 反法西斯，标准的正星条旗红脖子罗宾逊，而他呢还是被牧师说服去自首呢。这下成了天父杀天凶了，怎么办呢？于是17号的首次法庭听证会上，法官公开了罗宾逊与他的生理男但正在向女性转变的同居男友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解释了他的作案动机。原文请看大屏幕。由此认定行凶是罗宾逊受 LGBT 蛊惑，从右翼转为左翼，最后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就是这么魔幻。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段聊天记录主谓宾齐全，语法严丝合缝，比我4-6级作文写的还标准。不是谁聊天会这样聊的？不少人怀疑内容详细到不真实。但不管真假，左翼右翼都有了足够的理由去给嫌疑人政治立场贴标签，来互相攻击。有医生称查理死有余辜，被护士举报；有人毁坏查理纪念物被捕。一场尖刻的政治暴力正在美国蔓延。不仅如此，白宫提出任何美化遇害事件的外国人都要驱逐，引得不少海外华人大 V 互相举报。副总统万斯则提议这事谁庆祝就解雇谁。联邦传播委员会以发表争议言论勒令美国广播公司旗下著名脱口秀节目《鸡毛秀》无限停播。随后，前总统奥巴马发推称，多年来特朗普一直抱怨政府言论管控，但如今他正将管控推向一个危险的极端，甚至威胁各大媒体不管制记者的言论，那么政府就要更多的管制媒体了。正如美国著名黑人牧师霍华德在演讲中所说， Charlie Kirk did not deserve to be assassinated. And how you die does not redeem how you lived. You do not become a hero in your death when you are a weapon of the enemy in your life. 18号，特朗普将疑似与枪手有关的美国左翼激进组织安提法，也叫反法西斯主义者，认定为恐怖组织。问题在于，安提法更像是一种运动浪潮，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明确组织，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谁来定义是不是呢？此处我有一联，上联查仓库弹药光，盟友辩论挨一枪；下联制造松移民丑，小弟员工冲人头。
2025年1月，特朗普高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重返白宫，至今半年有余，在绝美利坚根基的道路上川黄一路疾驰。6月的新财年预算对科学界重拳出击，将全球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美国卫生研究院支出从480亿美元削减至270亿。一并挨锤的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NASA 等重要科研机构，同时强力打压哈佛、哥大等顶尖高校，大幅提升 ICE 的权力来运动式抓捕移民。23号，特朗普 2.0 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更是幺蛾子不断。先是前来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被纽约警方拦停，给川普让路。紧接着，土耳其埃苏丹也享受同等待遇，真就基本礼节都不讲了。然后，因为联合国提词器和自动扶梯卡住的问题，川普开场直接抨击联合国效率低下且腐败，还翻旧账。他做房产开发商时没能拿到联合国的一项翻修合同，甚至质疑联合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随后近1个小时的联大演讲，批欧盟的移民政策和绿色能源战略，骂印度和东大支持俄罗斯财政，骂巴西占美国便宜，人身攻击英国伦敦穆斯林市长，指责北约国家一边与俄罗斯作战，一边买石油，虚伪，几乎把全世界骂了个遍。对内呢，特朗普的大开大合引发了从激烈党争到社会舆论、政治思潮的极端对立。自2021年国会山骚乱以来，路透社记录了超300起政治暴力袭击。2024年，特朗普遭枪击；2025年4月，宾州州长家中被纵火；2025年6月，明尼苏达州一议员夫妇被枪杀。暴力正成为美国政治的常态。国家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局俄罗斯方块，成功会使游戏延续并提高得分，而一个微小的失败就会缩减可操作的空间。如果不能用更多成功来弥补，那么游戏会越来越难，直到不可逆转的崩溃。The chair would ask that all members present in the chamber and those in the gallery please rise for a moment of prayer for Charlie Kirk and his family. Let's wait a minute.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Shh.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 We will join prayer right after this, okay? The House will be in order.